西方媒体不断炒作中国在试验新型武器，高超音速导弹和部分轨道轰炸又是什么？美国为何竟如此惧怕？近日，西方一直对中国试验高超音速武器制造舆论，这在国际上也引起轩然大波。10月中旬，英国《金融时报》发布报道宣称，中国军队于7月27号发射了部分轨道空炸系统，以推动高超音速飞行器环球飞行。中国外交部澄清后，舆论并没有停止。根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2021年11月17号，美国第2号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海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描述了一些中国军队进行高超音速导弹试射的细节，并声称他们看起来像被首次使用的武器，这就是那些武器在我看来的样子，并次日在交流平台上发文，中国正准备对美国发动出人意料的核攻击。海腾说，中国发射了一枚环绕地球的远程导弹，并投下一个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该飞行器一路滑翔飞回中国，并且击中了中国境内的一个目标。海腾的侃侃而谈，就仿佛中国军队在发射远程导弹的时候，海腾站在一旁参观指导一般，实在是让人摸不着头脑。但这些言论也给了西方媒体更好的助推剂，将舆论引向了高潮。随着舆论的高潮，美国军方也参与了进来。美国太空军副参谋长强斯·萨尔茨曼于11月29号回应了近期关于中国高超音速飞行体的炒作。萨尔茨曼强调，用词精准很重要，这样才能准确地理解我们谈论的内容。我们听到有媒体提到高超音速导弹或者亚轨道飞行器，但他们都不对。萨尔茨曼认为，中国此次试验的是与苏联不相同的部分轨道轰炸系统，是一项非常前沿的技术能力，太空军必须尽快想办法加以阻止。中国测试先进武器，说明目前在太空中谁的攻击力领先，谁就有优势。如今美国军方，尤其是太空军的职责，就是抵消这种优势。英国《金融时报》率先发布报道，到五角大楼不断制造舆论，再到美国联席会议副主席的采访发言，最后美国太空军副参谋长的回应。为什么西方国家不断地针对高超音速导弹和部分轰炸轨道系统大做文章，制造舆论呢？高超音速导弹和部分轰炸轨道系统到底是什么？中国是否真的研究制造出了这些？接下来我们逐一分析。所谓的高超音速，一般指速度大于5马赫，也就是高于5倍音速的速度。高超音速导弹可在远程防空导弹射程外发射，挂载这种导弹的飞机可以放心的瞄准攻击。不过，一般洲际导弹的速度都能达到20马赫以上。像此前美军还用标准3成功拦截27马赫的民兵3导弹。既然如此，为何美国要忌惮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呢？实际上，中国高超音速导弹最恐怖的还不是速度快，而是采用钱学森弹道科学理论。钱学森弹道为导弹指导出了一种全新的理论，就是超高速进行助推，实现滑翔方式的飞行器，依靠火箭的推力将其发射在近地面的空间内，紧接着依靠重力的作用返回地球的大气层，其导弹头自身拥有一定的速度和力学的惯性，这时可以在大气层里面跳跃式飞行。原理是让弹头在距离地面20千米到100千米的临近空间位置进行滑翔，然后利用临近空间的大气进行辅助，让飞行器如同石子在水面上打水漂一样飞行，从而增加火箭的速度和射程。高超音速导弹与普通导弹不同的是，普通导弹有3个飞行阶段。第一阶段，导弹要从地面飞出大气层；第二阶段，导弹加速到超音速；第三阶段，重返大气层。但导弹在第2阶段的飞行时间很长，一般会占到 80% 甚至更久。而高超音速导弹在第2阶段的飞行时间只占到整个飞行过程的 10% 到 20%， 就是利用了导弹在大气层内外充分利用气体密度变化的压力，实现垂直跳跃高度逐渐缩小，以近似打水漂一样的方式不断跳跃，使得敌方根本无法锁定导弹进行攻击。而这些都要归功于钱学森理论，这也是为什么当初美国不放钱学森老先生回国的原因之一。目前全球有能力研究高超音速导弹的国家只有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其中美国是最先开始高超音速导弹的研究的。美国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至今也没有高超音速导弹的正式服役。
而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拥有高超音速导弹且正式服役的国家。中国在2019年的阅兵式上正式公布了高超音速导弹东风17。很多近程导弹和洲际导弹虽然速度上比高超音速导弹快，但面对反导系统的拦截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机动性。导弹会随着惯性和重力的作用下不断下落，反导弹系统可以很轻易地预估导弹位置进行拦截。而就像前面说到的，高超音速导弹是一种近似打水漂的方式不断跳跃的飞行轨迹，这大大加强了机动性，使得反导系统不易拦截。速度快且弹道无法估计，就是中国东风17的特点。值得一提的是，东风17那外形科幻的弹头是一种高超音速飞行的气动布局设计，名为乘波体。乘波体可以使得弹头前端具有附体激波，从而依靠激波产生额外的升力，并且阻力和升力的比值非常大。可以说，中国东风17的出现让美国数十年苦心研制的反导系统被捅了个窟窿。我们已经知道了高超音速导弹的独特性和重要性。高超音速导弹确实让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有所忌惮，毕竟美国领先了这么多年的科学技术已经出现了被打破的局面，这如何让美国不焦急跺脚？那部分轰炸轨道系统又是什么？说起部分轰炸轨道系统，就不得不提到冷战时期的苏联。为了在可能的全面核战争战略导弹交换中获得决定性优势，苏联战略火箭军和美国空军战略空军司令部进行了持久且紧张的军备竞赛。当时两国都部署了大型相阵控弹道导弹预警系统，而部分轨道轰炸系统便是苏联做出的应对。部分轨道就是代表了它不会同卫星一样一直在轨道上运行，而是只完成一部分的轨道飞行。该系统就是在这样的原理下，把核武器用运载工具送入轨道，在轨道飞行的途中从各个方向接近目标，从雷达没有覆盖的区域投掷攻击。但此项技术想法十分美好，在研发上确实有着大问题，因为是一项全新的概念，前后6年大大小小11次试验败多成少。虽然随后正式服役到1988年，但因为当时科技水平的原因，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利器。美国及西方国家不断造谣制造舆论，无非就是对中国是否掌握了新的核心技术感到忌惮，用这些舆论引导中国威胁论，其目的一目了然。但中国一直致力于国际间的和平交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无异于美国争夺霸主地位，只是美国一直以来的一厢情愿罢了。